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朝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李朝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哦，还有 Facebook。各位同学，今天是星期六，各位同学今天有没有出去走一走呢？有没有出去走走呢？那这个李朝老师今天呢有2个直播，今天下午4点已经进行过 HSK Level 1的直播了，今天要教各位的是 HSK Level 4。那今天我们学习3个词汇，各位同学，今天是星期六，李朝老师希望今天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过得很愉快。李朝老师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帮我按赞。你看静慧她记得帮老师按赞，你们其他人不要忘记了帮老师按赞，然后要订阅，还要这个comment 好不好？不要忘记了哦。好，顾老师，我有看到你耶，你可以上来吗？这个链接你再试试好不好？哦，这个顾老师你再试一下哦。明磊说我是宅女，各位同学，宅男 for male， 宅女 for female， 就是在家里不想出门的人，不想要去 parties， 不想要去 go shopping， 这一些人就是宅男还有宅女。理查老师是宅男，米磊是宅女，你是不是宅男还是宅女呢？理查老师是个宅男哦。好哦，嘟嘟晚上好，裴静是老师的小土豆，晚上好，还有 Sicom 晚上好，还有 Thazing 你好，佩佩猪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好，佩佩猪你好，佩佩猪什么时候要来台湾呢？老师要 buy you the meal， 老师要 buy you the meal，OK？、Tell me if I think it's in November, right? OK, Penguin 老师的小土豆晚上好，米磊按赞了，谢谢 Sally。小土豆你好，阿能明格拉巴，某某明格拉巴。好，这位脸书的朋友是谁呢？老师看一下，脸书的朋友是贾尼斯。好，贾尼斯同学你好哦。还有这是温德吗？温德你好，温德来了哦，温德你好。还有这位是顾老师，顾老师你试试看可不可以上来哦。好，顾老师也是一位中文老师哦。宋平萨瓦迪克，宋平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儿。Malik 你好，还有华山你好，还有南武同学，还有 Nanny 你好。阿能说老师不舒服吗？不会啊，还好吧。I'm good, don't worry。好，晚上好哦，这位同学是谁呀？这位同学是对，贾尼斯了哦，贾尼斯。还有 Priscilla， 嘿 Priscilla， 哦，顾老师没办法上来，好，没关系，顾老师下次吧，哦，好 ，Go better，Go better， 你好 ，Go better， 好，美丽来了，美丽你好，啊，丽芬也点赞了，谢谢丽芬，还有 Cartini 你好 ，Miss Mary， 哇，好久没有看到 Miss Mary 了，丽芬是老师的小土豆，谢谢丽芬的支持，好 ，Priscilla 也是老师的 Small Potato，Thank you very much。Gigi 你好，这是谁啊？也是宅女啊？你也是宅女啊？哦，米磊不是满飞，满飞你也是宅女啊？不可以，要出去走一走哦，出去走走哦，去散步一下。好，还有谁？尤文泰你好，尤文泰好久不见了哦。好的，还有谁？温德啦哦，Kit 你好。还有谁？我看一下 ，Miss Mary，MH 你好，MH 哦，还有顾老师说很抱歉，丽莎老师不知道为何我上不去，没关系，顾老师下次好了哦，下次我们再来这个上课哦。好，万圣节快乐！还有说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好像是明天吧？明天对不对？10月31号，明天嘛。明天理查老师跟那个梅老师一起介绍一下万圣节，好不好？用中文介绍万圣节 ，Halloween right？Happy Halloween。好，丽芬也是宅女啊 ，Really？还有 Marina，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Marina 同学哦。
丽红来自泰国 ，Hello， 丽红你好 ，Sawadee krap。还有 Henry 是来自菲律宾的朋友，我没有记错吧？菲律宾 Kumusta，哦，对，明天才是万圣节 ，Go Peter 说的没有错，明天才是万圣节哦。好，春娇你好 c o n 也是宅女啊，你不是吧？你那么喜欢旅行哦 c o n 那么爱旅行，你不是宅女，李乔老师是宅男，李乔老师不喜欢旅行 ，I don't like to travel actually。OK， 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要教各位的是新 HSK 中级词汇。OK，intermediate 中级词汇 vocabulary。好，各位同学，请跟老师重复一遍，跟老师念一次。OK， 长途，长途，长途。好，第二个，常识，常识。如果各位同学你在台湾的话，你可以念常识，常识。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请你念常识，都念二声的常识。如果呢，这个各位同学你在台湾生活的话，你念常识，常识。哦，台湾这个字念四声的常识。好，第三个词，唱片，唱片一样。如果你在中国的同学，请你念唱片，唱片，轻声的唱片。如果你在台湾的同学，请你念唱片，唱片 ，OK， 唱片。在中国的同学，请你念唱片，唱片。好，发音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都听得懂，都听得懂哦。好的哦，伟善来了，伟善你怎么那么久没有来啦？老师好想你啊，伟善你去哪儿了 ？OK，Mings 你好，哦 Lenny， 嘿阿帕卡巴 ，Lenny 是老师的小土豆 ，Lenny 你好，还有 Cherry 是蒂芬，好蒂芬你好哦，蒂芬，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词汇，长途，好，长途。好，各位同学，长就是 long，OK， 长的意思就是 long，OK。那途 is like a trip，OK， 途 is like a trip or a path，long trip or long path。Actually, that means long distance。长途的意思是 long distance，OK，long distance， 长途，长途。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例句。长途旅行后，珍妮觉得珍妮觉得累了，珍妮觉得累了啊！理查老师觉得累了，理查老师觉得累。顾老师来了 ，Hello， 顾老师上来了，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对，我在 YouTube 上面。可以了，好。顾老师，你的声音可能要大一点，我有点听不太到你的声音。现在可以吗？现在很好 ，OK， 好，各位同学，今天理查老师本来要找这位顾老师跟我一起上课，那顾老师刚刚已经连上来了，他现在已经可以跟我们一起上课了。好，各位同学，好，这位老师很棒的老师哦。那他呢，顾老师这样好了，你跟同学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的，同学们晚上好，我姓顾，照顾的顾，这个词我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那么这个字是中国的比较生冷的一个姓啊，照顾的顾，很少见，对，比较少见。那么我是在中国大陆，我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30年。我是在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考到上海的大学，然后在这里学习工作生活，成立了家庭。那么对，那么就是我的工作是财务 finance。我听了
理查老师的课，被他的课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呢，我也非常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学习，去学习怎么样去教大家学中文。你会发现我的发音可能跟理查老师有点不太一样，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口音 pronunciation is different。呀，对，嗯，所以非常感谢理查老师邀请我我好不容易才 access 这个直播间，对，很不容易的，好容易已经登录上去了，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我也看到理查老师有很多的小土豆，嗯，也被理查老师的经历所特别的吸引和感染，也愿意支持理查老师，嗯。顾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说您是从另外一个城市考到上海，然后才在上海生活了30年。那我想问一下，您的老乡在哪里？在江苏江苏啊，江，yes，苏的哪个城市呢？江苏的盐城，盐城啊。OK，嗯，江苏的盐城。所以 江苏大家都知道嘛，盐就是盐巴的盐吗？是不是 yeah，sort，？OK，盐城哦，这个城市我好像听过。好，盐城。好，这个各位同学，江苏省你们都知道，province 江苏，江苏的盐城是顾老师的家乡 hometown 家乡啊。那所以顾老师，您的意思是您考高考的时候考到了上海，是这个意思 yeah，吗？哦，然后就在上海生活、读书、是结婚生是子，然后在那是，里应该算定居下来了吧，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 dialect，有特方别不同的方言。在上海的方言跟盐城的方言是 totally different。For example, if you are say hello in my dialect, that is 你好，你好，盐城的还是江对，苏？江苏盐城的，盐城你好。盐城的你好，你好。Yeah, if you are saying the dialect in Shanghai, that pronuncia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as is 你好，农活，农就是你农侯，农侯。对上海话的对你好叫农侯，农对，侯。哇，农活。好有意思，那比如我已经忘了。说，盐城是你那个顾老师，你再说一次，盐城的是你好，你好，你好。嗯农，嗯，然后上海是农侯。对好难。对对，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所以即便是说 Mandarin，中国话，在很多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北方人是听不懂南方人说话，对，有时候就是啊，隔一条河你就听不懂了。真的。对对对哇，好有意思。，OK，那个顾老师，这个您现在上海话说的流利吗？嗯，可以说一点点，如果你们想听的话。我们听个2句好不好？就是上海话怎么样说这样子。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你吃饭了吗？OK，你吃饭了吗？那么上海话是说，侬吃饭了吧？吃饭，侬吃饭了吧？侬吃饭了吗？吃饭呀、饭呀，是饭吗？饭，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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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嗯，吃饭就是吃饭呐、哇，差好对，多、哦。吃饭，吃，对。然后还有一个，对，好有意思。然后还再比如说是，我们去打出租车，哦，打车去打车，啊，那么在上海话就说，擦的差了，擦的，哇，这个差太多了吧？差了，对，差是完全差鲁，差鲁。擦，但是 擦 哦，擦的这个差头差的它会发音成的，豆，嗯，插豆，对对。插豆。哇，比如这差说我们说洗头，说洗头洗头 wash your head，洗，yes，头，那么在上海话是说打的打的。哇，这根，yes，本是另外一个语言了吧？打的，是
是的。打赌，各位同学，打赌就是洗头。那这个顾老师，这个在台湾，我们台湾也有方言嘛，台语我们说 say 桃，say 哦，桃，say 桃，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不一样。你们到上海，不过现在上海人很多人会讲英文，对，也很多人会讲普通话，所对，以如果到上海来游玩的话，应该语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上海嗯，的朋友应该外语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对对，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都市哦，没有问题。是的，是的，嗯好，很多人都跟那个顾老师打招呼了。好嗯，我这里看不到。啊，那个顾老师，请你看你右手边最上面有个 comments，点一下就有了。哦，大家对，好啊，大家好，我终于看到大家了。那嗯，刷屏了一大堆，那刷屏了哦。哇然后哦，某某是来自缅甸的朋友，他说顾老师的声音很甜，哇，谢谢某某，谢谢。Priscilla 是在美国的朋友，Priscilla Priscilla，Priscilla 你的哇，That 万圣节 is 的 the 照片也太 Halloween。可怕了，哦，你的万圣节 vampire 吸血鬼，哇，你知道吗？现在是中国的大陆的时间10点，已经10点47分。对我的外对对，面是黑黑的，我看到这张照片很恐怖啊。对，好 OK，好的，好，那顾老师我们先上课好了，怕太晚了哦。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教顾老师，我想请你念一下这两个词，用您的方式，因为您好，您您的口音会跟我的好，不一样，好，麻烦一下。嗯，常识，常识，常识，好，这边呢？唱片，唱片。哦，你们会念一声啊，唱片，对，哦，在那个北方，有的时候会发成唱片儿，唱片儿，唱片儿，都个儿对化音啊，哦，对，那我们这边就扎扎实实的念唱片，嗯，就念对，唱片，唱片，嗯，唱片。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念一声哦，唱片，好，唱是片。那常识，哦，常识，常识，好，常识顾老师的发音很标准哦。好，那这个顾老师，我要麻烦你帮我念一下我的例句。，OK。长途旅行后，珍妮觉得累了。好，OK，长途旅行后，珍妮觉得累了。好，各位同学，长途是我们这一次的词汇哦，HSK 第4集的词汇。长途就是 long distance 哦，long distance。等一下，老师会教你们两组比较常用的词汇。长途旅行 is like a long trip，就是很长距离的旅行，长距离。好，这个后就是 after 的意思哦，后就是 after。好，珍妮觉得累了，觉得就是 feel，他休息了，嗯对，他该休息了，因为累了，累就是 嗯 tired，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想要休息了。好，OK，那我们往下看一下哦。好，那这个顾老师，我们其实长途常常用的这个词组是像长途电话，对不对？长途电话。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说，乘长途汽车，乘长途汽车，长途对汽车，好，这个我写给对，你们看一下，就这个乘就是乘坐的意思，就是乘坐，对，长途汽车。嗯，理顾老师，查老师，呃，不好意思，我家人已经休息了，我去把门关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好的，OK，嗯那这个刚刚顾老师说的是乘坐长途汽车，就是你坐这样的车子，有一点像巴士或者是公交车或巴士这样的车子，然后会坐很久很久，它这个开车的距离很远很远，这样的汽车，这个顾老师，这样的汽车一般是像巴士或公交车吧？巴士，我以对前在读书的时候，在对读大学的时候，我每次回老家都会乘这个长途汽车，哦，就是大的巴士，所以通常会坐3到4个小时的一个对。长途汽车，对那乘坐长途汽车通常会花费很久的时间，可能3、4个小时，我还听过有7个小时、8个小时的，对，有距离非常是远。
所以这种距离很远、时间很久的，我们都可以用长途哦。好，那这个长途电话，顾老师，你们可不可以只讲长途就好了，不讲电话？对对，我们不说，就是打长途，对，我们就直接这个可以打长途。说打长途，其实长途也可以当名词，它的意思就是长途电话的意思啊，长途电话的意思。那我们口语中就会说打长途。那各位同学，你们要懂意思，就是 like make a long distance call， 打长途，很常用哦。打是这个打长途。那你当然也可以说打长途电话，都可以，可以 long distance call。好，那顾老师，麻烦你帮我念一下选项，这个是题目要给学生做的哦。好 OK， 好的，第一个打了，好，第二个这个汉语给写错了，应该是给太太，给太太，对，好，给太太。好，第三个，第三个是黄先生，黄先生。第四个，第四个是一通，好，一通。第五个，第五个是长途电话，好，长途电话。这题我觉得不难哦，我们看看学生答不答得出来。诶，怎么那么多人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好，丽芬的答案，我请顾老师帮我念一下。丽芬有一个字写错了，黄先生及太太打了一通长途电话，对，应该是给太太。对，改过来，这是好，给太太打了一通长，所以顾老师，我们可以说黄先生给太太打了一通长途，可以这样说，可以，好，所以长途电话可以说长途就好了哦。不，这句话其实在中国不这么说，就是打了一通，这个一通其实有点累赘，通常在对，就是在中国就是口语当中。就是说，黄先生给太太打了长途，就行了。那如果我加电话呢？我可不可以再加一通？很少，也很少，对，很少这样说。所以你们是不太用这个量词，在这个状况下。对，不会用。好，那我就，台湾会说一通电话了，我们会说一通，对 ，OK， 那没关系，我改成这样好了。好，随机应变一下。好，那这个顾老师再帮我念一下通通的句子。好，通通是写的黄先生给太太打了一通长途电话。好，那顾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只要说黄先生给太太打了长途就可以了。对，如果是这样表达的话，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贬义的含义，就是有 negative 的说法。你说打了一通，打了一通长途电话，就是指。他其实不太愿意去打这个电话，他打了一通长途电话，就是这样子一层意思了。哦 ，OK， 了解。对，了解。好，我大概懂意思。好的，所以这个 go better 的句子就是比较口语了哦。对，这个写的特别好。给太太打了长途，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各位同学，中文有时候越简单越好，讲简单一点就可以了哦。好，没问题。各位同学，长途就是长途电话哦，你也可以说长途电话，也可以说长途，所以长途本身是可以当一个名词的。好，那我们看下一题。等一下，这个长途还有长途旅行，对不对？所以长途比较常用的长途旅行就是 a long trip， 再来就是长途电话，也可以说长途，这也是蛮常用的一个词语。那刚刚顾老师说的是长途汽车。长途汽车，这个应该是 long distance bus 吧 ，maybe long distance bus。好，通常你要坐这种巴士啊，要坐好几个小时哦。好，那么我们看下一个词汇，第75个词汇。好，我要麻烦顾老师帮我念一下。常识。好，常识。好，常识就是 common sense or general。我又拼错字 ，general knowledge。好，对 ，general knowledge。好，这个我们在台湾念常识了，常识。好 ，OK， 常识是一个名词哦，是个名词。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要麻烦一下顾老师。好的，蜘蛛不是昆虫，这是常识。
好，蜘蛛就是 spider 你们都知道蜘蛛吗？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就是蜘蛛。蜘蛛不是昆虫，昆虫就是 insect 昆虫 insect。我怎么觉得蜘蛛是昆虫呢？还是我？蜘蛛不是昆，好，没关系，这是常识。OK，this is common sense。顾老师，蜘蛛是甲蛛类的，不是昆虫，哦，因为生物没学好。昆虫有6只脚，但是嗯，蜘蛛有8只脚， 8只所以脚。蜘蛛不是昆虫，昆虫都是6只，6 legs，但是蜘蛛有8只脚，所以这个我们叫甲蛛类，这个分类上是甲蛛类，好，这个我写一下哈，好，所以这个好，蜘蛛因为有8只脚，所以它不是昆虫，它不是昆虫。好，这个常识就是基本的知识，对不对？Basic knowledge or general knowledge， 常识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情，大家应该都学习过的知识，就是常识我们英文叫 common sense 或 general knowledge。好，蜘蛛不是昆虫，这是常识。好，那这个我看一下。丽芬也说，顾老师，我也以为蜘蛛是昆虫蜘蛛不是昆虫，因为蜘蛛有8只脚好，我以为蜘蛛是昆虫，所以这个不是常识哦。顾老师，这个可能不是常识了，因为还蛮多人觉得蜘蛛是昆虫的是啊。安妮也说不知道啊。各位同学，蜘蛛不是昆虫蜘蛛不是昆虫好的，蜘蛛的神经系统非常发达。哇，这个句子是 advanced 高级的。是的。好的，各位同学，现在要变成一个常识了。蜘蛛不是昆虫，因为蜘蛛有8只脚。好，那么我们来给学生做一些题目。那这个我们用常识的时候可以这样用。我怎么又拼错字了 ？sentence， 我是不是拼错字了 ？sentence 对，是。好，我们通常加一个句子，然后你可以加一个逗号，然后就说这是常识，或这是基本常识，可以这样说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好，要麻烦顾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句子。是练下面对吗？对，先念下面的。OK， 地球绕着太阳转。好，然后后面请各位同学来，第一个是基本。好，基本。好，第二个。第二个是这是。第三个是常识。好，各位同学，这题太简单了好，是的。这顾老师，你们会念转还是念转，还是都可以？转。转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个代表转。对。转身。转是转圈圈吗？对，转是转圈圈。转是转圈圈，那这里应该念转咯，对不对？对。好，在台湾好像都可以。好，地球绕着，好，绕就是这样子，绕。对，绕。那所以，对，顾老师说念转，是因为我们说转圈圈就是 like make a circle make a circle， 所以绕就是英文的 rotate， 绕着太阳转，地球 Earth 绕着，就像这样说绕着地球转，太阳转，地球绕着太阳转，然后后面要怎么说呢？好，我看一下同学们应该都把答案写出来。这个应该很简单哦，简单大家应该都是满分。对，一定都是送分题。好，送分题就念一下送评的句子。好，麻烦顾老师帮我念。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基本常识。好，我们说这是基本常识的时候，其实你在讲前面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再说这是常识，或者说这是基本常识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请顾老师再念一下 Gigi 的句子。这个是繁体字哈。我找一个简体字的哈。没关系，我认识。好，我认识。李莎老师，我认识。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基本常识。好 ，OK，
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基本常识。好，我想没问题了哦。好，那我们再念，因为我都会希望多念几次，让学生听一下那个发音。好，那再麻烦念一下 Thessing 同学的句子。Fancy 是这样说的：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基本常识。好，很棒啊，各位同学，你们已经知道怎么用了啊。太阳绕着地球转，这是基本常识。好 ，general knowledge 没有问题。好，月球绕着地球转，这是基本常识。对，这也是基本常识，对不对？月球绕着地球转，各位同学，你们都可以这样子去造句子哦，造一些相似的句子哦。像顾老师刚刚说的是月球 the moon， 月球绕着地球转。这个也是基本常识，基本常识是基本常识哦。我们很常这样说，基本常识哦，基本常识。好的，我们再往下看。那如果你要骂人的话，我们这个各位同学这句话比较不礼貌哦，所以你不要乱说。但是有人用这句话骂你的话，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哦。好，这个我们有时候骂人家没有常识，对不对？就是好像有一点不好听的话哦，有点不好听的话。好，这个好，那这个顾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了。好，第一个。好，第一个是也，第二个是一点儿，一点儿。好，第三个是常识，常识。第四个是没有，没有。好，有时候你们看 drama 的时候啊，会看到有人会这样骂人哦，会这样骂人。那你要怎么骂人呢？你们哇，大家很会骂人呢。安蕊，你最厉害了，来，我们安蕊是法国的朋友，好，顾老师帮我念。安蕊你好，好，帮我念一下。他一点儿也没有常识。好像不会这样说，对不对？好，安蕊通常是这样说，他一点常识都没有。对，他一点常识都没有。好，安蕊，如果你要学习骂人的话，这句要改一下了哦。好，裴静的麻烦顾老师一下。裴静是这样说，他一点常识也没有。裴静说的很好哦。好，裴静，你有骂人的天分哦。好，这句话各位同学，你们基本上是不可以说的，这个有一点 rude， 有一点 impolite， 所以你们懂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就是骂一个人没有常识，就是没有 common sense 哦。好，青霞的句子麻烦一下。他一点常识也没有。对，青霞这样说也很好。没问题哦。好，那在北方的口音比较会加儿化音，对不对？所以会念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那南方，这个儿没有儿，它是轻声一点。对，它是好像连在一起。对，连在一起的。好，所以要念一点儿，要连起来。各位同学，你不要念一点儿，不要这样念，要念一点儿。对，把它 link 起来，一点儿。对。那南方口音比较没有儿化音，你们可能我们会念成一点。它一点常识也没有。好的，没问题了。好，大家都会了。好，大家很喜欢呢，大家很喜欢这种，我的同学都最喜欢骂人的句子了。哎呀，很快就。是吗？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我而已啦，应该是我而已。好，那么这个就是常识啊，常识。我们看下一个字，第76个词汇叫做，好，这个麻烦顾老师帮我念一下。唱片。好，唱片。好，那这个片是念一声的，唱片，唱片。那这个我们台湾是念4声了哦，唱片。唱片。对，我们会念唱片。有多音字有偏，好，唱片啊，唱片。好，那么唱片很简单，就是这位老先生手上拿的东西就是唱片哦。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它黑胶唱片吧，对不对？黑胶顾老师，你们会这样说吗？黑胶唱片。对，这个在以前可能有些人他们家里面会有这种唱片机。对，现在都不怎么用了。没有了，唱片机就是可以放这种唱片的一个机器哦，可以放出音乐来。
那以前我们叫这种唱片叫黑胶唱片，那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哦，现在几乎都没有了。现在大家用的都是那个 CD， 或者是用电脑听音乐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黑胶唱片了。不过有的人会收集，会 collect， 有的人很喜欢收集这样的东西啊。好，那么所以不过现在唱片有比较不一样的意思了，好像也可以指那个 CD。歌手的 CD 也可以叫唱片，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英文 album 也可以叫唱片哦。那它本来指的是这个 record， 这个 disc record， 就是这位老先生手上拿的这一种黑胶唱片哦。那现在我们讲唱片指的比较是 musical album， 比较像专辑的意思吧，比较像专辑。对，我不知道在法国还是在英国，我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在家里面会放一个装饰品，然后把这个黑胶唱片就放在这个装饰品上面，作为一个 decoration 啊。yeah， 有点像 decoration， 对不对？对，那个，然后再像这种东西，是不是？对，把它就做成一种装饰，对。然后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像这种电脑啊，或者是 CD 也用的少了，对 ，CD 也很少了。我们现在时代比较进步了，黑胶唱片几乎是看不到了，唱片也很那种 CD 少了哦。好，那我们来请这个顾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我收藏了200-300张唱片。好，这里我指的唱片就是这位老先生手上拿的这一种以前用的黑胶唱片。那唱片我们可以用张当做量词哦，张 major word 张哦，一张唱片，2张唱片。好，我收藏就是 like collect 收藏。好，收藏了200-300张，哇，那很多张哦。这位老先生收藏了200-300张唱片。好，收藏就是 like collect， collect。好 ，OK， 这个句子我想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收藏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汇好了。这些词语对大陆都不太用这边，不太用了。好，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看。黑胶唱片，你们不叫黑胶唱片吗？完整的书面语可以把它叫做黑胶唱片，但是大家在口头上说的基本上就说唱片了。好，对，好，其实我们也是了，除非你特别怕别人误会，那我们就会特别讲黑胶唱片哦。好，你们不讲唱片公司啊？会讲啊，唱片公司会有说。好，那唱片公司就是有一些歌手，他会在唱片公司里面，应该是工作吧？哦，唱片公司，like record company， 音乐公司那一种类型的唱片公司，就是帮歌手出专辑的，帮歌手出唱片的那样的公司叫唱片公司。哦，唱片公司。好，再来收藏或收集唱片，就是像收集这种东西，大陆有流行这样的收集吗？收藏很少。我自己所熟悉的这些人当中比较少，除非是说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在上海这边，他们有一些游乐场所啊。比如说密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种，就特别是像现在这个 Halloween， 明天万圣节来了，有很多人喜欢跑到密室里面去探险。我就记得我玩过一次，在就是哈利波特的小屋，然后那个房间里面都会有一个唱片机，我还有印象，就是类似于把它作为一种游戏的单品，而不是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喜好去收集，但是可能也会有，但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普遍。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这一种唱片，他们会收集，然后他们甚至会到各个国家去买这样的唱片，老式的
，very 对，old fashion 这种老式的唱片，就是这种黑胶唱片。美国是，好像很多朋友有在收集，台湾也有的人没有很多，台湾也有的人在收集，因为他们不是买来听的，他们只是喜欢收集这样的东对，西。这有对点类似于像很多人喜欢收集邮票，对，以前像集邮，的话，对，嗯，有集邮、邮票，有人喜欢收集邮票，收集邮票是 stamp，喜欢收集邮票，嗯，像理查老师也有收集邮票哦，然后是吗？还有对我有，我可以拿给大家看。顾老师小的时候喜欢收集什么呢？喜欢收集糖块的那个包糖的那个纸张。哦，糖纸哦，糖嗯，果纸，有些对对，小男孩儿喜欢收集什么呢？收集那个火柴盒的封面纸牌。对，有人喜欢收集纸牌，有人喜对欢对对，收集火柴盒。那这个是的，李朝老师有收集这个邮票，像这样邮票，对，哇，你看这个就这个很值知道钱哦。已经很老了。这嗯个邮本这个集邮册已经快要二三十年了哦。嗯，这个就是集邮，我们中文说集很有意邮，思。对，收集邮集邮，对，对，收集邮票，集邮哦，集邮。好，那Go Better 也有，Go Better 是真的有收集唱片了，黑哇，胶的吗？哦，黑嗯，哦，好，那么这个播放唱片，顾老师你们会这样用吗？播放唱也会片说，会会说，说，嗯，像那个电台有时候会播放唱片哦。好，对，那不过这里唱片可能不一定是这种唱片，可能放的是歌手的 album 哦，可能指嗯的是播放歌手的专辑 album 哦。好，OK，那这里就我来念一下好了。黑胶嗯唱片、唱片公司、收藏唱片或收集唱片，你也可以嗯收集邮票，你可以收集邮票。嗯，还有播放播唱放唱片，片，播放唱片。好，那这些 collocations 大家可以把它记一下，把它记一下。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好，这里呢，你们各位同学应该有常常听中国的歌手，他们会发行唱片哦，歌手会 release 发行唱片，他们会发行专辑哦，发行唱片或发行专辑。这里的唱片指的就是专辑了哦，指的就是他的 album 哦，他的 album release an album。好，那这个要麻烦这个顾老师帮我念一下。好的，嗯，他的第一张唱片好，第一个，发行好，第二个，将在好，第三个。下周。好，这题非常简单，来再跟对，各位说一次，发行是个动词哦，release an album。好，这个发行唱片或发行专辑，有时候我们只讲发嘛，对不对？发专辑、发唱片，还是发行？哦，在大陆基本上是用发行，用发行比较好。好，对，不会说发，嗯，发唱发片好像会讲发片吧，对不对？也不会说发会讲片，发片。好，嗯，发行唱片，发行唱片、发行对专辑。那有些对歌手他就会发行像这样的东西，你们应该看过像这样的 CD，这个也可以叫发行专辑或发行唱片哦。嗯，好，我想大家答案已经出来了。好，这个麻烦顾老师帮我哇，念。丽芬很快啊，对，好快哦。嗯，他的第一张唱片将在下周发行哇，很棒。好，那再麻烦帮我念 Go ，Go Better。Better 也很好。他的第一张唱片将在下周发行。我觉得同学们的中文很好呀。对呀，大家水平都很高诶，好像不是跟我学的感觉，不晓得哪里去学来的，好厉害哦！好，是的，青霞的句子麻烦一下。青霞是说他的第一张唱片将在下周发行。没问题，太棒了哦！好的，各位同学，以后你成为一位歌手的时候，你要发行唱片，要发行你的专辑哦。希望你们呢不要忘记送给顾老师还有理查老师你的专辑哦。好，OK，那我们往下看。好，
那这个顾老师，我们已经教了3个词汇，教完了。那我们现在来给学生考试一下哦。我们今天3个题目给各位同学。好，那顾老师要麻烦你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选项。好，第一个字是唱片。好，第二个词语是常识。好，第3个词语是长途。好，那我们的题目是打电话很贵，好，还是用 Zoom 吧？好，这个很实际，对不对？哦，因为打 Zoom 是不用钱的，各位同学，对，你用 Zoom 是不用钱的，但是打什么电话是很贵的呢？哦，好，那这个太简单了，打什么电话很贵，贵就是 expensive， 还是用 Zoom 吧？好，你们还是用 Zoom 吧，不要去打什么电话，因为那种电话很贵的哦。好，长途都会做了，都会做啦，太简单了，还是用？为什么用书？还是用书吧？用 Zoom 吧？用 Zoom 可能是写错了。Zoom 其实是现在比较，特别是在企业里面用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一个是 Zoom，一个是 Teams， 对，这2种都是免费的。对，有点是视讯，用视讯会议的时候。对，视频，你们叫视频会议。我们叫视频会议。对，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软件叫 Zoom。好，那顾老师，你帮我念一下 Samuel 的句子好了。Samuel 是说打长途电话很贵，还是用 Zoom 吧，挺好的。对，很棒 ，Samuel 很棒哦。好，那再麻烦帮我念。Chilling， 不是大哦，这里写错了是打，打长途电话很贵，还是用 Zoom 吧。好的，各位同学没问题吧？而且这个很实用啦哦，你们没事还是不要打长途电话，太贵了，你们还是用 Zoom 吧用视频，这个视频软件很好用的还是用 Zoom 吧。好的，没问题，我们看 No.2 第2题。好，那么再麻烦顾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的。第一个词语是唱片。好。第2个词语是常识。好。第3个词语是长途。理查老师让我频繁的在读这3个词语的用意，其实是要让同学们深刻的记住这3个新词汇。所以这个顾老师就辛苦一点，因为我觉得重复读对学生的听力是很有帮助的。是的，对，好，我们的题目是电台主持人正在播放。好，播放就是 play music or play 什么东西电台就是 radio 电台主持人就是 host radio host 电台主持人radio host 正在就是像英文说的 progressive tense continuous tense 正在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正在播放 play 播放什么呢？这题太简单了，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好，这边我再说一次电台就是 radio 电台主持人就是 host host。好，答案应该都出来了。好，这位同学，麻烦顾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是这样说的，他叫 Trend 吗？ 对 Trend 电台主持人正在播放唱片挺好的，太棒了，非常流利的。哇，你们这些同学的中文真棒。好 ，sitcom 的呢 ？sitcom 电台主持人正在播放唱片。好，很棒好，你们如果以后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你们就要记得要播放唱片，要播放歌曲给你的听众好，这题蛮简单的，我们看下一题。好，再来麻烦顾老师。好，第一个词语是唱片第2个词语是常识，第3个词语是长途。好，那这句话别在人行道上开车。这是什么？好，别就是 like don't 不要做这件事情，别就是不要的意思不要在上。好，这里其实是在
什么地方上，就是 on 的意思哦，on 一个地方。人行道就是 sidewalk。顾老师，你们也说人行道对不对？对，我们说人行道。人行道好 sidewalk，英文是叫 pathway，或者是斑马线，人行道或者是斑马线都可以说。好，别在人行道就是 like sidewalk。好，别在人行道上。Pavement 应该是 pavement 对pavement 或 sidewalk。OK， 开车就是 like drive a car。OK， 开车。好，不要在人行道上面开车哦。这是什么呢？好，来看看各位同学，太简单了啦哦，常识。来抓一个同学，来念一下萌萌的句子。萌萌，别在人行道上开车，这是常识。对，都很好啊，我觉得今天的同学们造句都很棒呢。因为人行道是给行人走的地方哦，行人走的地方。好，各位同学，那个行人就是那个 应该是 pedestrian， 行人哦。好，行人就是在人行道上走的人叫行人 pedestrian 哦，行人。好，那所以当然你车子不能开到人行道上面，因为人行道是给行人走的地方哦。好。我们再念一位同学的句子好了，来念娟娟的句子。娟娟是个印度人吧？哎，好厉害哦，答对了，没错，娟娟是印度的朋友，很漂亮的印度小姑娘，很漂亮，对。别在人行道上开车，这是常识，很棒，很棒哦，你们都好厉害。对 ，pedestrian 行人，哇，我们的同学英文也蛮好的。pedestrian 哇 ，pedestrian 很棒哦。好 ，OK，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再念一下青霞的句子好了。青霞这样说：“别在人行道上开车，这是常识。”好，各位同学，没问题。那你们呢，已经学习到这3个词汇了。各位同学，唱片、常识还有长途，希望你们把它学起来。这是 HSK Level 4的词汇哦，没有很难哦，你们多多练习就没问题了。好。这个顾老师，你有 YouTube channel 吗？你有啊，就是顾老师是刚刚才学习怎么教中文，所以顾老师 post 的3个 video 还是比较的刚刚开始嘛，所以大家可以上去可以看看顾老师的 video， 也可以支持顾老师，也不是特别的。对，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不像理查老师已经做了很多了。不会，我觉得顾老师的教学风格很好。我看好像叫 Corner Teacher， 我记得有个 Corner 对不对？我找一下你的频道。叫Miss Goose Chinese Corner。我看一下我的频道。好的 ，Chinese Corner。我尝试着，我好像有订阅，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我尝试着想用上海的或者是中国的小吃来作为我的一个start up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看一下，欢迎同学们可以去光顾。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多做一些这些中国的小吃。好，我找到了。好，你找到了？对，好，顾老师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我给各位同学哦。那各位同学，等一下直播课之后，可以到顾老师的 YouTube 频道哦。那这个顾老师有介绍一些上海的小吃，那你们呢看一下，顾老师好像发了3篇，对不对？3个 video， 3个视频。好，那这个很多同学很喜欢顾老师的发音，非常的标准谢谢。然后美丽也很喜欢顾老师，说顾老师好棒哦。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觉得顾老师的发音很好，想跟他学习中文的话，你们也可以跟顾老师联系。顾老师谢谢大家。学生们要怎么联系您呢？在脸书还是在 YouTube？在 YouTube 上面吧，或者是在脸书。其实
其实在中国这边上脸书和 YouTube 都不太容易，就像刚才我 access 这个 Streamline access 了很长时间，我要换一个 VPN，如果没有 VPN 的话，我们就上不去。那如果在 Messenger 传信息给您也可以哦，Messenger 上面也可以。好，我现在也在想尝试着怎么做，到时候我谢谢娟娟，谢谢，马上就已经受欢迎了哦，丽芬已经订阅了哦。哇好 ，OK， 因为顾老师，我觉得您的发音非常好，很值得学生去学，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们对就是想要跟您学习的话，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哦。好，已经关注了，已经关注了。宋平也喜欢顾老师的发音，好，这个谢谢。这个是什么？直播间还是什么 ？B 站是中国，特别是在90后的孩子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网站。中国还有抖音，对，还有对，就是其实这些顾老师也不是很熟悉。顾老师的背景其实是 finance， 那是 finance expert。对，财务的对。好的，那这个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喜欢顾老师的发音，觉得顾老师教学很清楚的，你们可以在脸书上或在 YouTube 上面跟顾老师联系哦。那看看怎么跟顾老师学习。那顾老师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你来继续跟我上课。好的，谢谢理查老师的邀请。好的。顾老师是上海人吗？顾老师应该算半个上海人了吧？我可以这样说。顾老师是新上海人 ，New Shanghai 新上海人，所以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解释了。那家乡不在上海，但是在上海生活30年。顾老师算是新上海人啊，新上海人。是，好，希望顾老师常常教我们中文。哇，马上大手。谢谢裴静，谢谢。好的，那顾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今天特别好的。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一起来上课。好的，谢谢理查老师。再见喽。好，顾老师，拜拜。再见，同学们也再见，晚安。拜拜，晚安。好，我们特别谢谢顾老师。各位同学，你们听听看顾老师的发音，听着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标准，而且非常清楚哦。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各位同学觉得顾老师的发音跟他的教法很好的话，你们可以跟顾老师做个联系哦。我也觉得顾老师的教法发音都非常清楚啊。顾老师，我觉得你们很值得跟他学习哦。他的教法、发音，还有他的这个思绪都很清楚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跟梅老师上课，我们应该会教一些万圣节的词汇吧？哦，好，那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早一点休息，拜拜。